为什么杀他？我说过，你是最好的医者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妨碍你。你很快就有机会崭露头角。他愚蠢的偏见，难自计究。只因阿英是女子，便轻视她的判断，终至事情蔓延。只希望有一天，女子能少受些偏见吧。有没有想过离开西岐？想过，但那件事我一定要查。能不能陪我去一趟明州平恩县？平恩县。想到一位忽然离京的故人，舅父当年在太子府如日中天，那每年上元节都给我送新衣的舅父，偏偏那一日没有出现。可是因为舅父提前听到了什么风声，那日晌午我就到了你家里，新衣裳你是当场就换上了。有舅父作证，我更能确定上元节那一天我在家。郎君，走。小郎君别院的侧门不知道被谁打开了。小郎君昨晚看到的场景，是凶手故意用木雕模仿出的样子。这便是许公的神像。青潭镇，许道隐。今夜的问天大典，可见分晓。这次死状是被人设计的。人头，太史臣别看。是谁啊？不好了！我夫人随从武烈，请县主救人。一定要在县主那些人之前找到许公。都吩咐下去了，死活都要。先是意图谋害本县主，再是私用禁药，杀害产母。月娘意于河北。我其实是在道正坊外，靠近村民们的家乡遇到他的。当时他遍体鳞伤的倒在路边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。安乔，是你，救救我！没想到他竟然还认得我。安乔，我带你走。来，慢点。来。我要不韩香，但对他从来没有过非分之想。我把他带回住处。照顾了3天3夜，他才勉强有了点意识，能跟我说说话。韩笑告诉我，他被胡大骗了。我以为他可以在绣红楼堂堂正正的做一个绣娘，可没想到。他们被欺负，被虐待，很想逃跑过一次，可还没跑到县衙就被抓了回去。之后就是一顿毒打。后来，一个客人把他虐待得太
都以为他活不下去了，准备把他拉出城来埋掉。他这才又找到了机会逃了出来，遇到了我。但他还是没撑过去。是，他没撑过去，我尽力了，我真的尽力了。他当时实在是伤得太重。绣红楼的事，他跟你说过多少？他们是一群混蛋，他们全都应该死，他们根本就不把人当人。像那么好的姑娘，她到死前还想着去救其他人。他有跟你提过那些混蛋是谁吗？他说他们搜集过那些混蛋的名单，但他说我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叫我不要冒险。我只能杀了胡大。我没有，我对不起韩笑。我只是一个低贱的秦小公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听说县主你很厉害，破过很多大案子，可是我见不到你。所以你故意把韩笑的尸体埋进空墙内。我只是在等一个我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的机会，也不知道要等多久。这老天有眼，韩笑身上竟然看出了花来。你为了让县主调查绣红楼，不惜以身入去，可你连死都不怕。你为何不直接告诉县主，韩笑因何而死？我不知道，县主是不是真的可以帮韩笑报仇？韩笑跟我说过，那些人有通天的本领，只怕还不报仇，就自身难保了。我不怕死，但绣红楼还有很多女孩子，她们不应该死。只有知道县主，你真的可以一查到底，把他们全都平安的救出，我才能说。你之前被我抛在桶里的时候，也不敢说。我是想告诉你们的，绣红楼里有一个客人，韩笑曾在淑怀宫的宴请上见过的。那人当晚喝醉了，在御花园对韩笑动手动脚。韩笑不知那人身份，只是在拉车时看到那人手腕内侧有一块很大的疤，是烫伤的。淑妃宫中的宴席，一般只有3品以上的官员和宗亲眷属才有资格参加。
我只知道对方官位不低。你们在审我的时候，忽然闯进来一个大官，我怕他，所以就改了口。提神仙没有错。那人在绣红楼里有没有认出韩笑？没有，他根本不认识韩笑，只是韩笑被人用鞭子抽打时，那人曾出钱阻止。为何阻止？因为他说女人身上的伤疤叫人恶心。仙主，他绝不是好心，他从来不把那些女孩子当人看，只是打韩笑的人不敢惹他，再没用鞭子抽打过韩笑。陆振莲还装蒜，说没有见过其他客人。那人官位更高，陆振莲更不可能招了。县长，大人，我求求你们，一定要把这些混蛋全都抓起来！他们害了那么多人，还害死了韩笑。我求求你们！你中毒了，蝙蝠的毒。仙主，我的死不算什么，但不能让那些人就这么死了。我会全力救你，救得活，你就随我一起把他们抓回来；救不活，我直接送他们去陪你。带回那夜去好好照顾。是。别灰心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从不安慰人，娄愁已经没救了，你却安慰了他。精神消失了，顺着轨迹还能找到，可是人死了，却回不来了。还要查吗？当然要查。韩笑、桃枝已经被他们害死了，或许还有别的已经死去的女子，连名字都没有留下。如果连我都不查下去，还能有谁为他们讨公道？那我便陪你查下去。卢振莲认定，只要什么都不说，就只会落个侠妓或者强奸的罪名。但韩笑是长期受他虐待而死，一旦沾上人命，他定会交代些什么来保命。我有办法。我也想到了一个法子。谁？是我。这是你手臂上的伤还未结疤，无法指认卢振莲。我阿娘喜欢调药香，还喜欢用药香熏灸。有些药香色重味浓，
熏过之后，皮肤会被染色，需要一些时日才能褪去。新长出来的皮肤娇嫩，比原有的皮肤更容易着色。熏香之后，应该就能看见伤口的轮廓了。那快开始吧。这是什么？刺青的药水。县主又想干什么？按照原来的伤口把皮肤划开，倒上刺青的药水，就能看出伤口的形状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能指认卢正廉了。那你的手臂呢？就打算一辈子带着这个刺青？也没什么不可。你不要跟我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道理，我阿爷阿娘都死了，他们不会怪我的。对于县主来说，查案大补天，比你的身体，甚至比命都重要。如此兢兢业业，义无反顾，萧某自愧不如。可若县主受了伤，有新的案子要查，又将如何？我自有分寸。县主的分寸，不过是一向独行，不愿麻烦任何人。这样不好吗？简单直接，能最快得到答案。县主可曾见过流星？当然。那县主是否知道，流星为何会从空中坠落？星辰若要沿轨道运行，不光是只靠自己，而是被周围的星辰所牵引才能安稳运行。若是没了那份牵引，便会从空中坠落，被烈火燃尽，化为齑粉。县主既找我协助探案，那我便是那颗牵引着你的星辰。不光是我，内思伯、五人、顾思止，还有许多人，都与县主相牵引。县主往后不必再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查案，我作为你的同僚，也会帮你想其他的法子去解决问题。你受伤，是我的失职。多麻烦。我不怕麻烦，因为星星之间是相互牵引的。既如此，我还有一件事想问太师长。当年我在宫中落水时，你真的没有在附近看到什么人吗？县主落水时，周遭只有我一人，宫人内侍都居于湖对岸。但我可以确定，我是被人推下水的。若我看见凶手，是绝不会隐瞒。就算落水的不是县主，我也绝对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。好像有点烫。不会熟了吧？抱歉。二位，仵作已经验明了，韩笑的死因是在秀火楼长期遭受虐待，他尸体上的伤疤和卢正廉的鞭子完全吻合，是卢正廉害死了韩笑。韩笑？杀韩笑的不是娄绰吗？娄绰遇到韩笑之后，
一直在求医问药，没有他的照顾，韩少活不过3天。这么说，卢正廉才是真正的凶手？不能完全给他定罪，但他也别想安安稳稳地待在牢里了。把他提出来，我要带回内业局。这，快去把人给我追回来！追回来？今天天没亮，卢正廉就被发配回乡了。谁准的？快去把人给我追回来！追回来？今天天没亮，卢正廉就被发配回乡了。谁准的？宫里的意思。哎，我去找卢正廉，你去内业局找老鬼头。怎么如此惊慌？李佩仪查到那个跑掉的工人是被卢正廉打死的啦。卢正廉今早已经贬官发配回乡了，还能追出去不成？真追出去了？是。以他的性子，这事儿怕是不好办了。若是给卢正廉供出我们的机会，那就不要给他开口的机会。现在动手，怕是已经来不及了，还会牵连到我们。万一暴露，该你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下棋？这么沉不住气，那我可要赢了。别急，此局看似山穷水尽，实则仍有转机呀。田园之处看似无路可走，如何破局啊？妙哉呀！啊，3路线已成绝境，可绝境也能逢生。若是短兵相接不可得胜，便可围魏救赵。这不是想出破局的办法来了吗，王爷？怎么回事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窜了过去，把马惊了。这怎么办？车跟马都废了，今天怕是没法再赶路了。是越急越出乱子。
主公，你可不能丢下我呀！两个狱卒都死了，你这可是逃逸啊！不走难道陪你等死吗？王爷为我谋了条生路，岂能让你这个废物给耽误了？主公，没事吧？李佩仪，你敢谋害四品官人！还做你的春秋大梦呢？认识吗？我已经承认我是秀皇楼下姬了，是你假扮那里的姑娘逗弄我，这是误伤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记得韩笑吗？到底谁是韩笑啊？我不认识，我也没听过。半个月前，壁上花案轰动后宫，一女子被埋在宫墙之中，尸体上满是伤疤，是被人长期虐待而死的。她生前被囚禁在绣红楼，脚踝间各有一颗红痣，她就叫韩笑。她死了。你取了一个人的性命，却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。不是我杀的，绣红楼有那么多客人，凭什么说是我杀的？因为韩笑身上的伤疤和我手臂上一模一样。这次没人能保你了。你不敢死，你处心积虑谋划这么多，就是因为你太想活了。你不光想活，还想风风光光、舒舒服服的活。你如此惜命，却不把别人的命当命。我倒是可以送你一程。别！绣红楼的事我全知道，饶我一命。我都告诉你，我全说。杀人啊！郡主啊，你这是？你们敢！吴老三想干嘛？内四伯，现在是我想干什么吗？县主杀了人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出什么事了？我赶来的时候，马长帆在路边，卢正廉正准备逃跑，他为了保命想要招供，车夫就把他推到了我的肩上，最后又抹了自己的脖子。这说法可信度有几分？
别杀我！秀红楼的事我全知道，饶我一命，我全告诉你，我全说。杀人了！如果有人能为你作证，麻烦。可是我没有。那边只有一凡。带我去大理寺吧。不行，案子是内卫先发现的，要去也该去内业局。行了，此案重大，上报圣上。内四伯，押嫌犯李佩仪进宫面圣。圣上息怒，龙体为重啊！不是已经结案了吗？他去追卢正廉干什么？说是另外查到了其他的证据，这卢正廉与壁上花案有关。他还想查绣红楼？是，那他怎么可能杀卢正廉？奴婢也觉得奇怪，可是，在场的内卫和大理寺10几个人，都说亲眼看到了是县主杀的人。看来佩仪是戳到他们痛处了。他们也许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也怕圣上继续深究。不过如此一来，县主的处境就更加的难了。查，我倒要看看，他们还能冤死朕的一个县主。哎呀，恭喜内四伯！圣上怎么说呀？圣上，这等事无需劳烦圣上啊！啊，内四伯的制式表批下来了，明日即可告老还乡，享清福了。你说什么？制式表递上去几个月了都没动静，如今县主被陷害入狱，你们就要赶内四伯走？你们混蛋！这是吏部层层批阅定下来的，也是觉得内四伯操劳太久，才托奴婢速速送来。奴婢好心跑一遭，怎么平白被你训一通？杜知情管教无方，实在不好意思。真是。给个面子，别和他一般计较。奴婢告退了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些，现在怎么办啊？看来今晚大理寺也不太平了。县主，吃点东西吧。
干嘛耷拉着脸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我觉得这次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县主，以往你做再出格的事情，闯再大的祸，圣上顶多就是把你叫过去责骂几句，让你禁足。这次怎么还真的把你送进大牢了呀？可能我这次惹的祸真的太大了。县主，我们不查了好不好？你去跟圣上说，秀红老的案子可以结了，他们是不是就能放过你了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害怕他们把你送进大牢，让内斯伯至世回乡，还革了顾司职的职。他们杀了那么多人，但我们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。万一他们被逼急了，真的要杀你，我怎么办啊？别怕，他们真的想杀我，肯定不会留你一命的。圣上，卢正廉一案牵扯甚广，县主千金之躯，又牵扯内野局，当选个合适的人选，担此重任，快些结案才是啊。右相觉得该推举何人呢？此案理当由内野局负责，但内斯伯刚刚致仕，县主在内野局虽无实职，但身份尊贵，让下级去查上级，终归是不合适。大理寺的话，把县主放到大理寺受审，终归不妥帖。大理寺官员又不可以随意进宫，实在是难办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就没人能查此案了？老臣愚钝，实在是想不出合适的人选啊。那你们呢？有没有毛遂自荐的？臣请命调查卢正廉案。这里面怎么了？账房走水了，快救火！去年扬州大水，后有甘南旱灾，朝廷欲拨赈灾银却不足，说国库因前朝连年战事落下了亏空，为了不增田税，今年这军饷，朕才着人从盐税调去。这下倒好，要查账了，堂堂户部
账房竟然着火了。陛下，度量妄占其位，胆大包天，竟敢贪没军饷。他这刚刚咽气，账房就起了大火，背后还不知道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还请陛下彻查。这年年最易起火的，一个是库房，一个是账房。此事需严查户部一干人等，朕倒要看看，是谁在这背后肆意妄为？是不是哪天连朕的寝宫也都要烧了？户部尚书这个位置，得换个人做了。范成，陛下，一会儿让贤儿拟旨，将那张贤朗革职查办。是。如此，尚书之位便空缺。陛下此次召臣等前来，可是想议新尚书人选？海清，陛下，你是吏部尚书，你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？江州刺史薛仲山为官清廉，治下江州更是3年纳税居首，臣举荐他任户部尚书一职。李老，你呢？海公所说的薛仲山是有些本事，但要说清廉，怕不见得。据我所知，他自己已养了5房外室了，纳税虽然居首，但今年江州的流民反倒比去年更多了。李老，要说流民，何处没有啊？薛仲山的才干那是当之无愧。只论才干，不论德行，这怕不是海公的处世之道吧？户部尚书一职，事关天下钱粮，需德才兼备，朕绝不容忍再有度量这样的烂吏赃官兴风作浪。海清问何处没有流民，朕告诉你，幽州就没有。幽州刺史被那里的百姓称作是祭青天，此人乃骨梗之臣。朕召他进京，就由他领户部尚书一职吧。人无完人，薛仲山既然做出了功绩，也不能不赏，就提他做户部侍郎吧。陛下英明。想出是谁指使陈辉暗杀度量，害你入狱了吗？会不会是李氏？毕竟李氏最怕度量供出跟他们有牵扯的人。或许是协助我们布局的海一平。他？为什么是他？陈辉若是李氏的案子，的确会急于除掉度量，可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，李氏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？而海一平，我见过他妹妹画的一幅画，画中女子手臂上有什么？和采莲一样的7叶昙花烙印。可海烟这些年都闭门不出，他不大可能见过当年的受害者。那他画中的女子又是谁？所以目前只是怀疑，毕竟御史案牵扯甚广，不能放过一个坏人，但也不能冤枉了好人。不论如何，用这么残忍的手段给女子留下烙印的人，已经离我们很近了。这件事要告诉采莲吗？采莲性子直啊，在没有确认这个凶犯到底是谁之前，先瞒着他，免得他冲动行事。我之前就问过你手抖的毛病是怎么回事，你跟我说是没睡好，多休息休息就行了。我看呀，根本就没有好。我可听你说过，若是人有心疾，时间久了身体也会出现病症。你不会也有心疾了吧？
怎么会？我可是心仪，你难道不相信我的话呀？你呀，总是喜欢剑走偏锋，有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你是在折磨你自己。你会这么想，其实是因为我喜欢这样活着，我喜欢冒险。若是敌人一想到我就感到害怕，那才有意思呢，不是吗？这个想法我只告诉你了，你不会觉得我有毛病吧？你呀，现在度良已经死了，这些年朝局动荡，度良当年接触过哪些官员，我们现在根本查不到。从人身上查不出，那就从物件上查。什么物件？大案结案后，卷宗都会封存在案牍库。或许我们能从里面找到些被人忽略的细节。之前没有机会，现在不是有了吗？袁绍成升任大理寺少卿，有权调阅卷宗。你从何时开始就在打卷宗的主意了？这不是心里一直惦记着呢吗？哦，可袁绍成这种以利为先的人，无利可图又危险的事，他会答应吗？你们都知道我出身盲沟，人人都管我叫老鼠，但我从来不避讳这个，因为老鼠的生命顽强，杀不完，灭不尽。正因这样，我今日才得以站在这里。记得刚来大理寺的时候，你们中有许多人瞧不上我，甚至还跟我动过手，是吧，二虎？但如今，我们已经是站在一起的兄弟，我不管你们是否相信公正二字。但是我要你们记住，那些视人命为草芥的人，无论是袁绍成，还是这大理寺，绝不会允许他们在这世上多留一天。是，所有人随我出发。爷，你养的这个壮汉真是好凶啊！哎，这贱民那条命还值不上一头牛呢，只不过在我手里啊，总算有点用处。好，起来，起来！快快走！这龙门场应该没有大理寺要查的案子吧？你跑这耍什么威风来了？听清楚了，大理寺即日起要查封龙门场，无关人等速速离开。我说姓袁的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怎么，仗着自己刚升官就敢跑到龙门场，来给这些老鼠出头吗？大理寺已查明，齐君山暗中勾结度良，他贪赃枉法，其名下赌坊，包括这龙门场，皆由大理寺查封。我看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龙门场能跟齐君山那些其他的赌坊相比吗？在谁名下根本不重要，此地乃是文帝时御批所建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叫嚣查封？我依的是国法，是大封律令。你这人放肆！你知道李郎的父亲是谁吗？闭嘴！我告诉你，今日就是皇亲国戚来了，他也得按照大封律法办事。这律法中可曾写道，贱民必须以互相厮杀的方式才能获取脱籍的机会？又可曾写道，这龙门场不能被查封？把所有人请出龙门场。是。且慢。袁绍卿说的对，律法上确无条文，但这龙门场乃是文帝所建，
想要查封，按章程也得先请示当今圣上，否则贴上了封条，你可就要连累大理寺，担上大不敬之罪。更何况，哪怕请示了圣上，圣上允了，此地要封要拆，随他去便是，自有人另寻他处，建新的龙门场。崔侍郎所言甚是，我跟一个莽夫置什么气呢？正好我觉得此地偏远，明儿个我就重新选址，建一个更威风、更气派的场子。我们走。走走。陛下，袁绍卿求见。袁绍卿，你刚官升良品，朕就收到好几本参你的折子，说你目无礼法，屡次派人侵扰文帝御批所建的龙门场，可有此事？回陛下，臣今日前来，正为此事。臣斗胆包下了明日的龙门场，请陛下前往一睹龙门赛。袁绍卿慎言，那龙门场地处偏远，周边不少阿杂贱民，浊气连天。陛下龙体尊贵，岂能去那种地方？范内侍此言差矣。正因陛下乃九五之尊，有仙气护体，所有的浊气遇到陛下，都会退避三舍。你为何坚持让朕去看龙门赛？因为每举办一次龙门赛，都会有人或残或死。哼，袁绍卿，这话严重了。我虽从未去过龙门场，也知晓那龙门赛不过是让贱民点到为止的较量，也就摔摔跤、比比气力、磕破点皮。范内侍既从未去过，又何出此言呢？陛下，龙门场乃文帝所建。现如今，却沦为草菅人命之所，这着实有辱文帝圣明。是真是假？陛下明日前去一看便知。臣若是有半句虚言，陛下可治臣欺君之罪。